上古神话里的10大神鸟，你知道分别都是什么吗？一个发誓将大海填平，一个战力吊打齐天大圣，最后一位更是离谱，一口能吞掉10万大山，身子大的连太阳都看不见。10大神鸟第一位，玄鸟，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在上古时代，龙并不是唯一的图腾，各种强大的神魔都受到广泛信仰，像什么鹰龙、饕餮、玄武、穷奇，只要你够猛，就能受到人族的崇拜。玄鸟是一种黑色的大鸟，传说它奉天帝的命令降临在殷商，所以商王的衣服都是黑色，黑水为玄，此为水的之君，君临天下，凤鸣岐山。凤凰是周朝最高的神兽，而在其之后，一直到了秦汉时期，才有了龙腾四海，睥睨天下。在此之前，一直都是玄鸟占据正统，只可惜随着殷商的灭亡，玄鸟也就光华不再。10大神鸟第二位，精卫。山虽高，犹有竟时；海之大，欲壑难填。精卫填海的故事都是耳熟能详。身为大老炎帝的小女儿，精卫原本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但有一次去东海上游玩的时候，不幸遭遇了狂风暴雨，最后竟然被汹涌的海水淹没。这简直不能用倒霉来形容了。要知道，上古时期的炎黄二帝可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凡人，手底下不知道多少能人异士、神兽什么的更是一大堆，给自己的孩子不说什么神器仙丹了，起码找个手下看着被海水淹死，这简直是离谱。在某些阴谋论故事里，是皇帝手下的鹰龙擅作主张，为了打击炎帝而下手，毕竟能在皇帝获胜后依旧能以炎黄并称，可以见得炎帝的名号有多强。皇帝也许不屑于用阴谋，但架不住他手下多啊。宋朝太祖还是黄袍加身，自作聪明的多的是，而精卫死后则是变成了一只神鸟，有一点像乌鸦，白嘴红爪，心中愤恨东海，便每天衔着西山的小石头、小树枝扔到东海里面，想把东海填平。只可惜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，但这种精神却会永远流传。古代神话总是这样的坚毅不屈，就像五干气的刑天，追月的夸父，没有一个是软骨头。10大神鸟第3位，白夜。这是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神鸟，它长着猿的脑袋、狸的身体、虎的4肢、蛇的尾巴，还长着2只翅膀可以飞，简直就是个奇葩。不过如果仅仅是这样，它也没办法位列10大神鸟。上古神兽中有个叫谢豸的非常有名，它的独角可以分辨善恶真假，被认为是公正的象征。而白夜也是有着类似的能力，并且除了明辨是非，它还有着活4大凶兽之一的穷奇。截然相反的性格，穷奇是4大凶兽里的乐子人，最喜欢的就是惩奸除恶的反义词，弃善扬恶。越是穷凶极恶的人，越是得到他的青睐，直接送上金银财宝。白夜就是和穷奇相对应，他会保护好人，惩罚坏人。位列神鸟的行列也是实至名归。10大神鸟第4位，南方火之主宰朱雀。10大神鸟第5位，上古4灵凤凰。这2位属于形象很接近的2个神兽，凤凰是与神龙并列的顶级神兽，上古4灵乃是麟凤归龙，朱雀则是上古4象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。4象顾名思义就是天之4象，代表着星宿和四方，左青龙右白虎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。朱雀代表着无尽的南方，是火焰的代表，凤凰的火焰只是附带，涅槃才是这一神兽的核心。凤凰又有不死鸟的称号，火焰不过是外在的体现，而朱雀则是真正的火神，朱雀神火无物不焚。上古4象也是4种属性的极致代表，青龙为木，主万物苏生；白虎为金，主酷烈杀伐；玄武为水，冰封万物；朱雀之火，星火燎原。中间的中原大地就是土的代表，地是坤，君子以后的载物，这便是一个完整的5行。朱雀是与4象绑定的神鸟，而凤凰则是百鸟之王，与龙争锋的存在。起初凤凰有5种颜色，对应5德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就逐渐以金色、红色为主，这也是为什么会跟朱雀这只火鸟形象重合的原因。10大神鸟第6位，三足金乌。既然都把火神拿出来了，代表太阳的金乌自然也不甘寂寞。《山海经》曾经记载，汤谷上有扶桑，10日所遇，居水中有大木，9日居下之，1日居上之，1日方至，1日方出，皆在于乌。意思就是金乌住在扶桑树上，10个金乌轮流去当太阳。不过结果大家都很熟悉，10大金乌被射下9个。身为太阳神鸟，三足金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，太阳的地位无论是古今中外都是人类崇拜的对象。不过要是太嚣张了，后羿也会教你做人。10大神鸟第7位，金翅大鹏。神鸟里面怎么能漏了这位佛祖娘舅呢？灵山上面的宠物可真不少，4大菩萨的坐骑都是能跟齐天大圣过招的狠人。金翅大鹏身为佛祖的小宠物，那本事就更不一般了。上古神话里，大鹏是始祖凤凰的后代，
战力彪悍，鲜有人能治。下凡后一手打造妖魔国度狮驼岭，让万千生灵恐惧不已。不过要是单论真本事，金翅大鹏也算不得什么。被猴子一只手吊打低货色，要不是看在佛祖的面子上，早就凉了。大鹏鸟之所以这么猖狂，全赖他的好兄弟10大神鸟第8位孔雀大明王。身为天地间的第一只孔雀，孔雀大明王非常的争气，潜心修炼数万年，练出无敌的5色神光，简直是天下无敌。即便是观音菩萨遇见了，也是称呼一声道友，打起来的多半奈何不了他。只有那至高无上的圣人才能将孔雀大明王镇压。论其圣人之下，无论是肉身成圣的杨戬，还是3头6臂的哪吒，都是被孔雀吊打低货色。要不是时运不济，孔雀大明王足以跟佛祖掰手腕。10大神鸟第9位东方木之巨蟒，水神火神什么的神话里多得很，但木神却是少之又少。巨蟒是一种人面鸟身的神鸟，它是木神、春神还是5方天地中青帝的从神。巨蟒神鸟的地位很高，山海经中记载一句蟒驾2龙而行，这一句就足以说明巨蟒的实力之强。古代神话中以龙为坐骑的可当真不多，都是天地级别的人物才能9龙拉车。不过也有例外，就比如道祖太上老君的坐骑是青牛，通天教主的坐骑是魁牛。大佬对于牛族还是蛮钟爱的。不过巨蟒作为神鸟，能用神龙拉车，也是地位非凡了。在左传中，巨蟒是跟祝融、玄冥、后土并列的古神，地位可不是一般的高。10大神鸟最后一位鲲鹏，北海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，几千里的身体，遮天蔽日都是小瞧了。鲲鹏乃是上古神话中的混鲲祖师，是最有实力单挑红军老祖的神鸟。鲲鹏号称妖族之师，除了妖帝之外，没有任何妖族敢于和他争锋。一呼一吸就是冬夏的变化，它有2种形态，在水中是体型硕大的鲲，在空中是展1000里的鹏。在鲲鹏面前，孔雀、凤凰都显得非常渺小，简直就是苍蝇面前的麻雀。那个什么金翅大鹏更是一根手指按死的存在。混鲲祖师跟红军老祖是一个辈分，红军老祖是万仙之祖，他的身份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太上老君原始天尊，甚至连西方2圣都是恭恭敬敬。在紫霄宫中讲道，可以说是万千生灵的老师。混鲲祖师如果脸皮够好，也能叫一声万妖之祖，毕竟是妖族扛把子的身份，但也就辈分差不多，实力上则是差远了。要是2人1对1战斗，那就真是鲲之大用来铁锅炖了。红军身合天道，在3界6道基本处于无敌的状态。鲲鹏虽然厉害，能一口吞掉10万大山，轻松吞噬一片海洋，但也就在妖族称霸。那么对于这10大神鸟，你又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继续。